我的右侧里面呢，就是其中国际网球中心了，举办过很多世界级的大赛。现在我骑过北宋公路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到松江的这条公路，前方1公里要上明口山桥了。这个右侧有一片旅游菜花了，这个应该是村民种的吧，榨油的这个大桥还有电梯可以上桥的。我的右侧下面就是滔滔江水，这里是黄浦江了。嗨，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又在其中村门口了。相信看我视频的很多朋友呢，非常熟悉这个上海的一个村庄的名字，是上海农村的一面旗帜。这边呢有其中高尔夫球场，也有国际网球中心。我今天呢，其实已经骑了接近7公里了，从家里骑过来。但我今天走的是一条相对比较近的路，没有到7公里就到了这里。今天呢，我其实就是把这里作为我录制视频的起点从这边呢，顺着昆阳路，这条是昆阳北路这条林荫大道。我的右侧呢就是其中村的地盘了，过了这个桥呢就是其中高尔夫球场。那我们今天呢就打算顺着昆阳路骑一段长路，目标呢是骑到庄行，有奉贤的一个知名的老镇。我们骑过去大概还需要20公里左右，然后在那边呢也会闲逛一圈，所以我想呢，今天有可能会超越昨天我在浦东滨江骑行的那一段56公里的距离。但我们也不赶时间，我们现在顺着昆阳北路由北向南看看这条路上的风景。中间呢肯定也会稍微停一下喝些水，吃点东西什么之类的。今天呢是吃了应该是 brunch， 当然是家里自己的一个早中饭，吃完以后出来已经11点左右，现在已经差不多12点钟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段路呢，以前骑行过，也分享过几次，那我们就默默的，但是呢，也心情愉快的通过。到了我们觉得有些新鲜的地方呢，再跟大家来分享但这条路上呢，右侧也包括左侧前面，有很多低密度的，应该算是比较像样的社区，像华福天地什么之类的。马路的左侧呢有一个湖叫昆阳湖，那我的理解它应该是人造湖吧。就周围呢这些休闲设施一般，以前是走过一些木栈道，也是都已经破坏掉了。但我相信以后肯定也会进行第2次的修复。
其实呢，我原本昨天计划着今天想坐高铁去无锡的，去看看我的先人们曾经生活的那片土地的。那我昨天看到呢，无锡是有50%的概率下雨的。人生地不熟的，我就觉得下着雨还要打着伞，就有点不是特别方便。所以最终呢，我还是放弃了。但今天早上起来一看，其实都是一场误会啊！今天应该是晴天，包括上海本来今天预测也是有雨的。那你看啊，现在出了太阳，天气呢也比较炎热了，大概18、19度了。所以我想着等一会儿骑到热了呢，我照样是要脱掉我的外衣来骑行的。说说昨天的经历啊，昨天骑了50多公里的路，从家里新庄出发，然后呢，经过了已经是位于徐汇区的左岸的自然艺术公园。那公园里头非常的漂亮，旁边呢有一座重新修复的禅寺，叫宁国禅寺，在那边呢也跟大家交流了一些人生观快乐观之类的话题，但其实都批发著名歌手李健的言论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新港轮渡码头摆渡到了浦东，在码头还有呢，在轮渡的2层的甲板上饱览了黄浦江，就是徐汇滨江这边的美景。然后下了船以后呢，就开始了浦东滨江绿道骑行，一直骑到了陆家嘴然后呢折返。这一路上呢，好几次是想要放弃的，因为一路就开始下雨，回程的时候呢，雨越下越大但幸好还是坚持了下来。回到家以后呢，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冲个热水澡，然后把所有的衣服呢全部洗干净了。今天衣服都干了，所以上海天气也挺奇怪的，还是春天蛮干燥的。那所以今天又穿上了昨天我穿过的衣服，然后把这个车呢稍微也清理了一下，再次骑到外面来进行又一段的长途骑行。现在我骑过劝坤路，我的左侧这边呢也是一个别墅型的居住区，叫红梨相送，这名字起得都很有文艺气，也挺高级。这边你看也都是起楼了，但现在起楼呢应该都不是那种低密度的别墅区了，而是那种多层的公寓。经过一条小河浜，我的右侧里面呢就是其中国际网球中心举办过很多世界级的大赛。但很遗憾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到这边来一睹这些著名选手的风采。我的右侧像一个太空飞船一样的建筑物，就是其中网球中心了。
昆阳路呢很长的，从这边一路过去，应该可以直达奉贤。前面这条大道呢是沅江路，我上次已经来提醒过了。我的右侧写着其中网球中心。现在呢，我骑过沅江路啊，你看这个沅江路也是一条非常漂亮的大道，横贯东西啊，是闵行的一条主干道之一。其中村到这边应该就结束了，前面呢应该属于其他的地方。那这条昆阳路呢，到了这一段啊，好像没有得到更多的美化，那我们就快快的骑过去吧。可能昨天下雨的那些积水啊，还没有消退，那这个路上还是有很多的积水。马路的左侧里面呢，好像有不少野生的油菜花。感觉这边还有很多空余的土地啊，等待开发。看啊，这个右侧竖了一面很大的广告板，应该都是房地产开发的广告吧。现在骑过书界桥，也叫苏家港桥，底下是苏家港。港呢，在上海的这边也是一条河的意思，和什么什么经、什么什么帮应该都差不多的。一出太阳呢，天气就热了，跟着闪红灯赶紧脱掉了我的外套，这样骑起来就欢快很多了。骑过晋南路，继续在昆阳北路上骑行。马路边上到处都有油菜花田，很多小片的，我就不驻足观看，因为我想到了庄行那边呢，应该就是有油菜花田的地方，我们到那边再去欣赏油菜花吧。这边呢已经来到了北丰公路门口了。现在我骑过北宋公路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北桥到松江的这条公路。颐堂河桥，
到了这里呢，就是一派城乡结合的区域了。前面有高速公路的高架路，应该是沪青平高速。沪那就上海了，青应该就是青浦，平呢应该是平湖。这是中国以前有位名人叫李寿同，他的故乡。遇到了一大堆的消防车，可能是在搞演习吧。现在呢，我骑过子旭路，继续在昆阳路上向南骑行。前面有一座大桥，但是呢，自行车只能是往右侧这个直行道上走，不知道我走的对不对。新开河桥，经过了一处铁路闸口，这里叫什么？铁岭公铁物流园。现在经过剑川路，我已经看到前面的牌子写的宁浦三桥。现在骑过江城路，继续在昆阳路向南骑行。前方1公里要上宁浦三桥了。我看到的上面应该经过的是5号线到闵行开发区的这条地铁。
前方呢就是明浦山桥了，但是前面写着很大的字，非机动车及行人禁止上桥。可能边上还有另外一条匝道可以过江的，我们往前走走看啊。我的右侧是昆阳新村，就跟这条昆阳路是一样的名字。看到有韩湘水博会的牌子。在这边我看到的牌子写的特别好啊，人非过桥，奉前方向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是行人和非机动车过桥的一个便桥，所以它省略成人非过桥。眼前这条马路呢叫江川路啊，这是闵行地区在黄浦江北岸的最大的最后的一条大马路。就过了条马路，过了前面的明浦山桥呢，就到了奉贤了。好，现在绿灯了，我们就过马路。好。这里有个养老院在我的右侧。看到这座明浦山桥呢，它有它的主道啊，也有它的主路。现在我们就骑行在这条大桥的辅路上。看到这座明浦山桥呢，向左前方拐弯了。我们呢，继续顺着这条辅道向前骑行。这边呢，明显感觉绿色多了，到处的树木，一片乡野的田园风光。这个右侧有一片的油菜花了，这应该是村民种的吧，榨油的啊。这个大桥还有电梯可以上桥的。人和车要分开还是可以一起啊？人要分开的。电梯实行人车合流，请将电瓶车停稳，并关闭电源。
从电梯出来了，从这里走，日平离石。这还是我第一次上这座明浦大桥，它是要坐电梯上去的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是电动的自行车，就必须要人车分离，也就是说，它单车专门走一个电梯，我指的是自动这个电动车，可能是它电瓶着火之类的吧。结果这个很高啊，这个桥很高，一共摁到了5楼，所以从5楼这边呢，现在开始起行。我的右侧下面呢就是滔滔江水，这里就黄浦江了。但是我不知道，等一会儿还要再重做一遍同样的操作吗？还是说可以直接骑到桥去呢？我们试试看啊。这个我印象当中好像从来没有这么走过的，是我记错了还是现在是这样子的？我看了看距离，骑到这个桥上现在接近16公里，就我从家出来已经差不多骑了16公里了。也就是说呢，从这边再到庄行老镇啊，大概也就剩了10来公里了。那我就把这一段率先分享给大家。等一会儿我们从明河山桥上面骑向庄行老镇。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一会儿见吧。